夫妻俩宴请老同学，男人竟让自己的妻子喝酒招待，自己却偷偷来到了浴室。只见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条毛巾，又在上面倒上了不明药水。此时女人还在热情地为同学倒酒，结果却被丈夫捂住口鼻，随即便失去了意识。男人为何要如此设计自己的妻子呢？2个月前，周强向王建军借了一笔钱，可到了还款日，无力偿还的周强却晚起了失踪。手头紧张的王建军联系不上周强，只能亲自登门拜访。此时周强不在家中，开门的人是周强的妻子刘丽。看到身穿睡衣的刘丽，王建军的脸上闪过一丝邪魅的笑容。刘丽将王建军迎进门来，全然没料到自己是在引狼入室。王建军和刘丽是中学同学，丈夫欠钱不还，刘丽就想求王建军再宽限几天，可王建军却岔开话题称自己还没吃饭。刘丽无奈只能去准备了一桌饭菜，应王建军的要求，还拿出了一瓶红酒。可王建军却一个劲地劝刘丽喝酒。没多久，不胜酒力的刘丽只觉得头昏脑胀。王建军见状，便问刘丽是不是有点晕，不如去床上休息会儿。王建军紧接着便将刘丽扶到了床上，可待刘丽躺好之后，他竟动手解开对方的衣带，欲行不轨之事。刘丽猛然惊醒，推开王建军后，就赶忙打电话向丈夫周强求救。没多久又报了警。等警方赶到的时候，刘丽的丈夫周强和王建军已经闹得不可开交。周强怒斥王建军趁人之危非礼他妻子，刘丽也证实了丈夫的说法。周强还斥责王建军因为一点钱就实施如此恶行。警察也发现刘丽的睡衣上确实有被撕扯过的痕迹，表面上看，王建军非礼刘丽的事实似乎是成立的。然而，事情经过王建军的一番描述之后，却又发生了匪夷所思的逆转。王建军称自己是遭到了这对夫妻的陷害，自己压根没有做出任何非礼刘丽的行为。他对警方讲述了故事的另一个版本。这天，王建军约周强出来商量还钱的事宜，语气正常诚恳。周强则让王建军再宽限几天，并邀请对方到家里做客。随后，王建军如约来到了周强的家门口。开门的刘丽面带笑靥，热情地将王建军迎入了家中。谈话之间，刘丽有意无意地挑逗着王建军，弄得王建军颇为尴尬。随后，刘丽也不等周强回家，就邀请王建军坐上了餐桌。几杯酒下肚，刘丽假装醉酒头晕，让王建军扶她去休息。可刘丽刚躺下，就猛地手脚并用抱住了王建军，并打电话给周强，声称王建军要非礼他。王建军意识到自己中了这对夫妻的奸计，此刻他只想尽快离开，钱也不打算要了。可刘丽却不依不饶，勒令王建军待在原地，否则就要报警。片刻后，周强回到了家中，在夫妻俩的胁迫之下，王建军顾及自己的名声受损，怕以后没脸见人，只能妥协说借出去的那些钱不要了，并乖乖交出了之前周强打给他的欠条。周强随即将欠条撕了个粉碎。王建军本以为能就此息事宁人，不料周强又开口向王建军勒索10万元。王建军瞬间急了眼，说他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。三人争执不下，最终刘丽选择了报警。警察到来后，王建军还将被撕成碎片的欠条交给了警方，作为自己被陷害的证据。目前为止，王建军所说的似乎也有据可循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让人匪夷所思的事再次发生了。刘丽的供词和另外2人竟截然不同。刘丽控诉是周强和王建军联手要陷害她，警方顿时陷入了层层迷雾之中。而刘丽的证词直接揭开了一个惊人的秘密。半年前，刘丽的父亲身患重病，自己又刚巧失业，家中的经济情况已是捉襟见肘。更糟糕的是，周强在这个时候染上了毒瘾，不仅将家里的积蓄挥霍一空，还欠了一屁股外债。亲戚朋友都躲着夫妻俩，不肯借给他们1分钱。无奈之下，刘丽只能向老同学王建军寻求帮助。王建军也是十分豪爽，二话不说就塞给了刘丽一张银行卡，让她想要多少随便拿。王建军在学生时代曾经追求过刘丽，在得知了刘丽的家庭情况后，王建军带着几分戏谑的口气，感叹刘丽当初对他的事好爱搭不理，现在竟也会低声下气地跑来求他，早知如此还不如当初就跟了他。眼见王建军别有用心，刘丽慌忙拿上银行卡起身离开了。回到家后，刘丽想做点饭给自己的父亲送去，可她万万想不到，周强竟趁其不备翻看了他的背包，结果就发现了刘丽刚取出来的4万现金。周强顿时两眼放光，心里也随之浮现出了一个贪婪的想法。周强竟直接将刘丽五花大绑了起来，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不打算多拿，也就拿走其中的1半。
刘丽自然不肯答应，她恳求周强别动这笔钱，这些钱是借来给父亲看病的救命钱。而周强想知道的就是这背后借钱给妻子的人。知道是王建军借的钱后，他当即啐道：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王建军对刘丽还是贼心不死。刘丽称他和王建军只是普通朋友，为了这个家和孩子，他是绝对不会背叛周强的。然而刘丽的哀求没有让周强的内心产生丝毫动摇。周强执意要拿走2万，说钱不够，刘丽可以再去借，那王建军肯定愿意将更多的钱双手奉上。而周强拿了2万还没完，他又用刘丽的手机给王建军打去电话，想借到更多的钱。王建军知道周强是个瘾君子，本不打算借钱给他，奈何周强死缠烂打，还说有办法让刘丽对王建军投怀送抱。这下王建军来了兴趣，最终决定借钱给周强，并让周强打好欠条。周强自然是欣喜若狂，而王建军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。这2个男人，一个打着妻子的名义借钱吸毒，另一个明知对方无力偿还借款，还大把的将钱借给对方。夹在中间的刘丽没有想到，等待他的会是何等残酷的命运。这天，王建军联系上了刘丽，刘丽以为对方是来催债的，便想请他再宽限一阵子，结果却被告知周强也向王建军借了一笔钱。刘丽当即回到家中，怒气冲冲地找周强问罪。周强则是满嘴的歪理，称王建军天天惦记着自己的妻子，花点他的钱是理所当然的事，至于借来的钱早就花光了。刘丽闻言顿时气不打一处来。王建军素来脾气不好，自己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开口向他借钱，这下都不知道拿什么偿还这笔人情。可周强还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，觉得反正有刘丽在，王建军也不敢拿他一家人怎么样。刘丽则放下狠话，周强借的那笔钱他不会管。此时的刘丽怎样都想不到，自己即将被丈夫出卖，成为一颗棋子。几天后，王建军找来周强，称自己现在资金紧张，让周强尽快把欠他的钱还上。周强则又搬出妻子来做挡箭牌，希望王建军看在刘丽的份上再宽限几天。可王建军沉吟片刻后，竟提出了一个无耻的条件，只要周强让刘丽陪他1个晚上，那欠下的债就能一笔勾销。还说本来借给周强的钱都足够他找更多的年轻姑娘了，要不是看在这么多年交情的份上，他才不想做这种赔本买卖。周强闻言顿时面露难色，但面对王建军提出的丰厚条件，他最终还是咬牙答应了下来。左思右想之下，周强的心里竟浮现出了一个令人发指的想法。这天，王建军受约来到周强家中做客，3人用餐期间，周强借故离开餐桌，他来到角落里，在毛巾上倒上药水后，竟趁刘丽不备将其迷晕，以达成跟王建军的肮脏交易。卧室内，王建军开始慢慢脱去刘丽的衣服，刘丽努力睁开双眼，映入眼帘的是凶相毕露的王建军。可在药物的作用下，刘丽随即就彻底失去了意识。完事之后，心满意足的王建军将欠条交给周强，周强立刻将欠条撕成碎片，2人之间的债务就此一笔勾销。用自己的妻子抵债，周强的行为显然是丧心病狂。清醒后的刘丽是既羞耻又愤怒，决定去起诉王建军。可周强却劝刘丽想开点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名声坏了不说，不单单是他要面临牢狱之灾，将来孩子也要遭人笑话。刘丽那病重的父亲更是受不得这种气。刘丽为了家庭和父亲，最终选择了委曲求全。他已经对周强彻底死心，警告称要是周强敢再欺负他和孩子，他就算死也要离婚。刘丽本以为自此以后周强会有所收敛，没想到没过多久，周强竟又向王建军借了钱，并且打算故技重施，再次把妻子刘丽出卖给王建军。这才有了之前王建军想趁刘丽醉酒行不轨之事的情况发生。刘丽终于忍无可忍，再这么活着，她是真的没脸去面对孩子和父亲了。于是她果断报了警。以上便是出自刘丽之口的证词。经过严密的调查，警方证实了刘丽所交代的内容才是事情的真相。周强和王建军没有想到刘丽会报警，2人都不想为各自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，便互相指责对方，甚至拳脚相向。然而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即便是他们2人的谎言编造的再完美，在真相面前也没有任何立足之地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